美国已成过去式，欧洲全力援助乌克兰，300万发炮弹入乌。北约秘书长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可逆。德国总理梅茨道，德国将与乌克兰在一起。美国海军第6代舰载机消息，将比 F-35C 增加 25% 的航程，美军航母舰队有望实力大增。川普关税影响俄乌，乌拉尔石油价格跌至谷底，普京恐成最大输家。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透露，今年前3个月，北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16.5亿美元军事援助。马克吕特充满信心地表示，北约援助将让乌克兰能够在必要时继续战斗。此外，他还回应了川普关于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的言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不可逆，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当前，我们正通过密切合作强化乌军战力，给予北约体系的兼容性。同时，德国国防部宣布，欧盟计划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00万发炮弹，其中德国将负责计划中的约50万发。公开信息显示，德国今年已向乌克兰提供了 9.2 万发炮弹，包括 2.3 万发122毫米口径炮弹和 6.9 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捷克总理菲亚拉也表示，捷克领导的炮弹计划准备今年再向乌克兰提供150万发，加上欧盟提供的200万发，乌克兰今年可能收到350万发炮弹，相对来说已经很充裕了。要知道，去年川派们阻挠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的那8个月里，乌军1个月只能打几万发炮弹。除了依靠自身军工业和支持者们的援助，乌克兰还在购买各类武器弹药。当然，资金呢，主要也是来自支持者们。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乌克兰现在居全球武器进口榜榜首。去年，乌克兰购买了全球出口主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 8.8%， 这比2015到2019年期间增长了近100倍。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在过去4年里暴跌 64%。德国政府公布的今年第1季度武器出口初步数据显示，总计批准的武器出口约为 14.7 亿欧，其中出口到乌克兰的武器超过 5.37 亿，占 39%。乌军对德国武器评价很高，不管是新型高技术武器，还是那些起风翻新后的退役装备。图片报的最新报道显示，乌军已经开始使用德国公司制造的 HF-1 巡飞弹。德国政府向乌克兰援助了约1000架这种武器，目前正在苏梅由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测试。HF-1 巡飞弹作战范围约为45到50公里，滞空时间1小时，能够打击俄军战线后方纵深地区的各类目标。尤其是这种巡飞弹配备了 AI 制导系统，即便是因为电子干扰与操作员失去联系，也能够捕获并击毁目标。最后，德国总理梅茨告诉泽连斯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我们绝不能混淆侵略者和受害者。接下来，咱们看看美军第6代舰载机的进展。4月9号，据战区网站报道，美国海军空战部门负责人迈克尔·巴斯·唐纳利透露，未来的 F/A-XX 第6代舰载机将比现在的 F-35C 增加 25% 的航程。从作战角度看，这意味着 F/A-XX 扩大了航母打击群的作战范围。在现代海战中，作战半径的提升可以使航母在更安全的距离外发动攻击，减少被发现和攻击的风险。例如 F-35C 作战半径约为670海里，而 F/A-XX 预计最大作战半径将达到约 837.5 海里。对美国海军而言，扩大航母打击群的航程范围是应对威胁环境的关键需求，但也需要考虑其他综合因素，以确保在实际作战中能够发挥最大效能，比如与无人僚机协同作战。目前，美海军在6代机项目中对无人僚机关注甚少，主要精力放在了 MQ-25 黄鲷鱼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上。出现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海军希望其他军种，特别是美国空军来证明协同作战飞机的可行性。
海军认为短期内 CCA 难以在大型航母甲板上部署。不过，据战区网推测，如果 FAXX 服役时舰载 CCA 还没有定型，美国海军可能会使用空军的 CCA 作为替代方案。咱们说回第6代舰载机 FAXX 不仅在航程上有所提升，还将提升其战斗空间管理能力，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和分析战场信息，为飞行员提供更准确的决策支持。在操作模式上， FAXX 将采用人监督回路模式，即飞行员作为监督者，系统可以自主运行，但飞行员保留最终决策权和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这种模式既充分发挥了人工智能的优势，又确保了飞行员对作战行动的控制。接下来咱们看看最近的大新闻。最近全球最大的事儿呢，一定是川普对全球开地图炮，加征关税的这事儿。大兵连夜赶了篇稿子，可就在4月10号的凌晨，川普一拍脑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暂停了对等关税90天。这真是让大兵猝不及防。可是稿子呢又不能不发，大家就来了解一下关税这一周对世界的影响吧。据 BBC 报道，2025年4月2号，川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从4月5号起，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他称该举措为对等关税，强调颁布该行政令当天是美国解放日，表示这些期待已久的关税将使美国重新变得富有。该关税政策被视为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秩序的最大变动。随即，白宫公布了一份大约包含100个国家在内的名单，列出了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征收的关税税率。川普的关税政策在金融市场引发了轩然大波，导致美股出现了史诗级暴跌，3大指数均遭受重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狂泻2890点，跌幅达 7.4%， 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波音跌幅 12%， 卡特彼勒跌 9.8%， 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 6.9%， 11个板块全部收跌，其中对关税敏感的半导体板块重挫 10.2%， 能源和原材料板块跌幅均超 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崩跌 8.1%， 科技股惨遭血洗。苹果单日市值蒸发了1520亿美元，微软缩水1180亿，亚马逊、英伟达分别暴跌 11.2% 和 14.5%。FAANG 5大科技巨头单日总市值蒸发超过5000亿美元。投资者对科技行业的发展前景感到担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本次美股暴跌不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波及到全球主要股市。欧洲、亚洲等地区的股市也纷纷跟随下跌，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了动荡之中。许多国家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风险，调整投资策略，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川普的关税政策如同一场风暴，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发酵。但川普本人在关税政策上立场坚定，即便美股暴跌，他仍然坚持认为加征关税是维护美国经济利益、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手段，坚信这能促使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从而为美国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也支持川普的关税政策，认为这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优势地位的有力举措。他强调，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促进国内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投资者普遍认为，美联储有必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稳定市场。不过，美联储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一方面考虑到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权衡降息可能带来的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等问题。美联储官员强调，货币政策的调整将依据经济数据和市场情况进行，不会轻易做出决策。最重要的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富豪和企业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马斯克。
4月7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马斯克向川普发出了撤销新关税政策的呼吁，并在 X 上分享了一段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视频。视频中呢，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制造一支简单木质铅笔的材料来源，解释了国际贸易合作的好处。对此，川普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埃隆在他的 DOGA 岗位上表现很好，但我们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埃隆卖车，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川普表示他不考虑暂停执行关税政策，这让马斯克有些受伤，主要是因为特斯拉很多零部件来源于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关税政策使特斯拉和其他美国车企一样受到严重冲击。近期特斯拉销量暴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腰斩。这次美股暴跌中，马斯克大约损失了31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菲特。早在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后，他就开始大手笔减少在美国市场上的资产，避免了关税政策和股市动荡带来的损失。另外，川普团队内部近期也因信号门事件风波不断。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深陷其中。《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沃尔兹在媒体上讨论打击胡塞武装的机密计划和高度敏感的乌克兰问题，还使用商业电子邮件 Gmail 处理政府事务，保密意识极为薄弱。尽管川普表态力保，但是更多的猛料被爆出了，沃尔兹越陷越深。与此同时，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也没能幸免。国会山报援引内部备忘录报道，五角大楼内部监察机构已经启动了对赫格塞斯的调查，聚焦其是否通过 Signal 讨论敏感军事信息，是否遵守了通信政策，以及是否违反机密信息传播规定。五角大楼代理总监察长已致信赫格塞斯，要求其提交相关材料审查。特朗普团队的内部团结看来是很有问题。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经济风波最大的关注者竟是俄罗斯话事人普京。当全世界都在担心美国的高额关税时，只有少数国家在理论上免遭冲击，其中就有世界第2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该国将不被额外征收关税。但克里姆林宫呢，仍然担心全球经济风暴的后果，尤其是油价的下跌。俄罗斯财政部称，今年3月油气收入同比下降了 17%。2025年，俄罗斯预算的近1/3来自石油天然气销售。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增产幅度超过预期，石油天然气收入是莫斯科持续维持对乌克兰的重要来源。4月8号，俄罗斯财政部提到了相关冲击对其预算收入造成的风险。由于价格环境弱化，上述收入有减少风险。目前，俄罗斯石油产量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指出，如果关税战持续下去，将导致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下滑，这可能影响到俄罗斯能源资源的需求，因此存在风险。市场数据显示，4月8号，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交易价格接近每桶50美元，这是23年以来最低水平，较今年3月平均价格下跌近 15%。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克宫正密切关注极其动荡和紧张的局势。目前，普京政府的收入已经低于往年同期应有水平，与制定俄罗斯25年预算时所采用的乐观预期相去甚远。本周初，乌方表示希望经济紧张局势给莫斯科的财政带来压力。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油价越低，俄罗斯用于战争的资金就越少。目前，俄罗斯动用外汇储备支持乌克兰战争，这场战争至少吞噬了其预算的 40%。俄罗斯也面临着依赖石油的风险。俄央行无法降低超过 20% 的超高利率，这已经开始抑制该国除了国防工业之外的经济表现。虽然川普没有直接制裁俄罗斯，但他的政策确实产生了附带影响。好了，今天的新闻就说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